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央视官宣《我和我的命》，谭松韵领衔，女性都市创业剧一定要追。还记得《最好的我们》开播那年吗？那部陪伴无数人青春的校园剧，如今竟然已经快10年了。那时的耿耿和贝塔，不仅是荧幕上的闺蜜，更是许多女孩心中友情的缩影。而如今，时光流转，谭松韵与董卿这对青春闺蜜，终于在时隔多年后携手回归。这一次，她们将以更成熟的身份，在新剧《我和我的命》中再续前缘。不同于当年的青涩与懵懂，这一次，她们将带领观众走进一段横跨30年的女性创业传奇。央视官方已经正式官宣《我和我的命》入选2025年度重点剧目片单。消息一出，社交平台瞬间沸腾，网友们直呼光是看阵容就想追，全员踏实派，剧情稳的一批。双引号，从耿耿到方婉之，谭松韵完成从少女到女性力量的转变。谭松韵在剧中饰演的方婉之，是一个命运多舛却始终不向命运低头的女性角色。她出生在贵州山区的神仙顶，因为是女孩被父母遗弃，从人生起点就带着残酷的印记。幸好她被护士学校的校长收养，才有了读书的机会。然而命运的风浪从未停止，就在她以为自己终于能凭借努力改变人生时，大学时期的她接连遭遇了养母去世、身世揭露、恋人背叛的3重打击。那一刻，方婉之似乎被命运推入了最深的谷底。但也正是在这个节点，她做出了改变一生的决定，退学南下深圳。那一年是90年代的浪潮，成千上万像她一样的年轻人背着梦想来到南方的工厂，等待着一线生机。方婉之最初甚至连工厂门都进不去，只能在餐馆做帮厨。洗不完的碗，擦不净的灶台，是她人生最辛苦的起点。可她没有放弃，她总说一句话：我不能选择命，但我能选择命有多值钱。双引号，从帮厨到流水线工人，从小摊贩到创业者，方婉之用30年时间，靠双手拼出了属于自己的命。谭松韵为了演好这个角色，据说在剧组拍摄时几乎零妆上镜。她从20岁的学生演到50岁的企业家，造型从马尾少女到干练短发，岁月的痕迹在她脸上自然流露。导演透露，谭松韵演哭戏不靠技巧，靠共情。她那种我一定要活出自己的信念感，真的是打动人心。双引号，他是赶男主高志廷，一张剧照让他出圈。要说这部剧的男主高志廷，也真是个气质型演员。他去年因为《小城故事》多的一张做饭剧照火遍全网，黑 T 恤、板寸头，在厨房忙碌的背影，让无数网友直呼有安全感。跟他过日子一定不容易，但他一定不会让你吃苦。在我和我的命中，高志廷饰演的高翔是方婉之生命中的蓝颜知己。他不是她的恋人，却是她一生最重要的合伙人、朋友、精神支柱。两人一起创业，一起挨过最艰难的岁月。他懂她的倔强，也尊重她的独立。高翔的存在，就像生活里那束不喧哗却一直照亮的光。有一幕戏，方婉之在仓库被客户误会偷货，被所有工人指责，她忍了整整1分钟，终于泪崩。高翔没有安慰，也没有劝她，而是静静地递给她一瓶水，说：哭完接着干。双引号，这一幕被许多观众形容为最真实的创业写照。董卿回归闺蜜档，从贝塔到李娟，友情依旧热烈。最好的我们中，董卿饰演的贝塔天真率直，是耿耿最温暖的朋友。而在我和我的命里，她变成了那个永远仗义的李娟。一句出门在外，
就要互相关照，贯穿了他和方婉之的整个创业生涯。从最初在流水线互帮互助的打工姐妹，到后期共同经营品牌的创业搭档，李娟与方婉之的关系是整部剧的灵魂。他们有过争吵，有过决裂，但最终依然选择并肩前行。剧中有一段非常感人的桥段，创业初期，厂房被查封，方婉之一夜之间背上巨额债务。李娟拿出全部积蓄，说了一句：“你不是一个人打仗，我们是一条命。”双引号。那一刻，观众都泪目。网友评论说，这部剧不仅是创业剧，更是女性友情的成人答卷。双引号。现实主义基调，从打工潮到上市梦的中国式奋斗。我和我的命之所以被央视选中，除了演员阵容强大，更重要的是它讲述的是属于普通中国女性的奋斗史。不同于以往的都市剧里高跟鞋加大公司的虚假光鲜，这部剧真实展现了90年代女性打工人的生活。剧组为此实地取景深圳、东莞、惠州等地，在老工业区还原了当年的流水线、宿舍、夜校教室。演员们在现场拍摄时都说，仿佛真的回到了那个艰难却充满希望的时代。制片人接受采访时说，我们不想拍假奋斗，我们要让观众看到真实的生活质感，手上油腻的碗，脚上磨破的鞋，深夜的路灯，还有一张张想要出头的脸。双引号。这部剧不仅是创业励志剧，更是对那一代女性改变命运的群像致敬。老戏骨加盟，王劲松、刘薇、佟磊稳住剧场格局。除了年轻演员的出彩表现，我和我的命的配角阵容堪称黄金配置。王劲松饰演的刘永昌是一位改革开放初期的国企厂长，对方婉之既是伯乐又是挑战者。他那句台词“做老板的第一课是先学会不害怕倒闭”令人印象深刻。刘薇饰演养父方建国，一个典型的传统中国父亲角色。他不懂得表达爱，却在方婉之离家后每年都默默给他寄钱。多年后父女重逢时，那句爸从没怪你，只是没脸去找你，让无数观众泪崩。佟磊饰演的是方婉之在商场上的竞争对手兼亦敌亦友的林小飞，一个典型的新时代女性形象。她理性、冷静、果断，与方婉之形成鲜明对照。两人后期联手应对资本收购的剧情，更是全剧的高潮之一。女性力量觉醒，她不是靠谁崛起，而是靠自己。这部剧最打动人的，不只是方婉之的成功，而是她自己成全自己的勇气。在剧中，她没有霸总拯救，没有金手指外挂，有的只是一次次失败，一次次爬起来的真实过程。有一段台词被网友疯狂转发：我的人生没有男主角，我就是自己的大主角。双引号。这句话成了全剧的灵魂。导演表示，我和我的命希望通过一个普通女性的奋斗故事，向更多观众传递信念：命运有时候不公，但你可以决定不认输。观众期待高涨，央视背书，口碑未播先热。自从央视宣布《我和我的命》进入重点播出名单以来，相关话题在微博阅读量已经突破3亿次。不少网友留言：谭松韵一出现就有信任感，她拍什么我都追。终于有一部不是靠恋爱撑剧情的女性剧了。看到董卿和谭松韵重逢，我的青春又回来了。双引号。业内人士更是直言，这部剧有望成为央视2025年年度现实主义爆款。剧外故事，谭松韵的命也在这部剧中。其实我和我的命对谭松韵等人来说，也是一种人生映照。从《甄嬛传》的纯儿，到最好的我们的耿耿，再到以家人之名的李尖尖，她的演艺之路同样经历了从青涩到成熟的转变。外界曾一度质疑她只能演少女，但她用一次又一次的角色打破了偏见。而今的方婉之
正是她演员生涯的一次自我超越。她在采访中说：“我和方婉之有点像，都是那种跌倒很多次，但从不放弃的女生。”双引号结语：命运不是被安排的，而是被创造的。我和我的命不是一部讲奇迹的剧，它讲的是普通人如何在不完美的命运里活得漂亮。它讲的是那一代打工妹、创业者、母亲、女儿用汗水一点点改写人生剧本的故事。就像方婉之最后说的那句话：“我没有选命，我选的是不服输。”双引号。这是一部你看完会想笑、会想哭，也会重新燃起干劲的剧。当它正式开播时，相信每一个曾经在生活中咬牙坚持过的人，都会在方婉之的故事里看到自己的影子。结尾彩蛋：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看谭松韵如何在剧中把那一手烂牌打成王炸了。这部剧，我先蹲胃镜等《我和我的命》开播，我们一起见证一个女人如何靠自己改写人生的命。